认真攻略从不漏球。那么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 2.1 PTR 会在12月4号的凌晨开题啊。那这一次的 PTR 的改动重点内容，我之前视频已经提过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呢，主要是介绍一下本次 PTR 内各个职业一部分新增的威能和暗金装备的词缀与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视频是暗黑4的视频啊，请各位尽量在评论区跟弹幕呢讨论暗黑4相关的内容。就你如果觉得这些改动有啥不好的地方，你可以直接骂。比如说，我就完全不懂为什么在新赛季已经可以通过巫术来获得全程无主的情况之下，暴雪它为什么还要给死灵再出一个无主的威能啊？当然 POER 也是最近暗黑类游戏圈的热门话题，我明后天也会更新一期视频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流放之路的一些内容啊。就如果你的讨论欲很高啊，今天就忍不住，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流放之路的官方，或者呢去老孤独、小波等 POE 主播啊，去他们的视频下面讨论。言归正传，接下来我们按照职业来聊一聊新增的威能还有暗金装备的演示。那在 2.1 版本的篝火和蓝铁中，暴雪一共放出了11个新的传奇威能以及8件暗金啊，我估计应该还有一些内容需要下周3的蓝铁才会实际放出。那么先让我们来看看通用的2个传奇威能。这2个威能它都是进攻类的，主要的强化目标是角色的终极技能啊，不过强化的方向也有所不同。第一个威能的效果是释放终极技能之后全伤害的提升，并且让自己得到额外4级终极技能等级。第二个威能效果则是在我们释放终极技能后可以增加终极技能的伤害，点满10层之后还能重置所有技能的冷却。那需要注意的是 2.1 版本中呢，终极技能点到5级之后会收获一个额外的效果啊，比如德鲁伊的疯狂滋咬会根据角色的爆伤来得到额外的提升，而死灵的灵魂裂隙效果呢，则是每吸收30个灵魂就会为我们补充一瓶治疗药水。那接下来是职业专属的部分内容。野蛮人在本次篝火中啊，只提到了1个威能和1个暗金。威能的效果是把地震伤害转为火焰伤害且输出提升，暗金则是一件胸甲，它本身的基体词缀为地震爆炸，造成 50% 先祖之锤伤害，持续5秒。具体词缀则是护甲、先祖锤等级、防御姿态被动等级和地震2次伤害几率。它的暗金威能为先祖锤创造一道地震波啊，持续造成4秒伤害，并且让敌人减速。被这个地震波命中的地震区域会产生爆炸，一次性造成所有的地震伤害，并且被消耗。德鲁伊在本次篝火中提到了2件新威能和1个新暗金啊，暗金项链的效果就比较简单粗暴，它的词缀呢是100%抑制狼人爆伤、狼人移速和1个被动技能等级。而它的暗金威能则是在连续暴击的时候，德鲁伊的凶残狼性被动会造成额外的暴击伤害。新增的传奇威能则各有侧重，其中一个的效果呢是释放飓风的时候会让自己召唤的狼同伴也获得飓风效果，同时还会根据受影响的狼浪来提升伤害。另外一个威能效果则是变形成新的野兽形态时会自动对周围敌人释放闪电，并且呢还会提升闪电剑相关的威能伤害。死灵法师在本次篝火中提到了2件新威能和2条新的暗金裤子。威能其一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释放灵魂裂隙获得无主和移速提升，另外一个则是骨毛对骨劳类的敌人必定暴击，并且对他们造成伤害额外提高最多 40%。2条暗金裤子啊就比较有意思了。第一条的基础效果呢是释放骨毛的时候会减少血槽技能冷却2秒，而本身的词缀为压制伤害提升、受伤时伤害减免提升、非太骨情况下 25% 的最大生命提升，以及2到3级的血槽技能等级提升。它的暗金效果分为2个，第一个效果是把我们的血槽视作骨系技能，释放时会在终点触发骨劳，并且使鲜血技能伤害提升最多 80%。第二个效果是骨毛现在被视作鲜血技能，会在命中敌人之后消耗周围的尸体来释放新的骨毛，而每次释放呢都会扣除自身 10% 的最大生命。而第2条暗金裤子的基础效果呢是在释放血槽的时候可以强固自己最大生命值 85%。它的词缀是增加终极技能伤害、强固减伤、血槽2次伤害和血槽冷却。暗金威能是血槽现在会从角色的2侧分别产生，并且对中央波动，在中心区域汇聚后产生爆炸和一定伤害。被血槽命中的敌人会根据血槽命中的波数受到最多 300% 的额外伤害。游侠在本次篝火中提到了2件新威能和1件新暗金。第一个威能效果是回旋刀锋命中会分裂，并且返回的速度加快最多 45%。第2个威能效果是被暗影灌注影响的敌人呢会持续受到暗影灌注的伤害，同时暗影灌注的总伤害也得到了提升。新暗金装备是一个鞋子，它的基础词缀是机动类技能会增加移速，本身词缀是暗影抗性、机动技能冷却降低、机动技能等级提升，以及2到3级的暗影灌注等级。暗金威能的效果是游侠的机动技能始终被暗影灌注，且效果最多提升 80%， 被机动技能命中的精英和首领时呢还会有概率免费触发一次暗影爆炸。
法师在本次篝火中提到了2件暗金和一个新的通用威能威能的效果为释放爆炎技能让命中敌人定身，释放闪电技能让移速提升，释放冰霜技能可以提供护盾。在启发状态下呢，可以无视技能属性，一次提供3种效果。2件暗金装备呢都是强化球状闪电的副手。那第一个暗金的基础词缀为把球状闪电的2次释放率改为释放超级球状闪电的几率，词缀为暴击伤害提升，球状闪电弹道速度提升，球状闪电等级和球状闪电2次释放几率提升。暗金威能的效果是让球状闪电在命中时爆炸，伤害提高的同时呢，如果达到了一定距离还会眩晕敌人1秒钟。超级球状闪电在这个基础上个头更大，造成额外的1倍伤害，并且幸运一击几率更高眩晕时间也延长为了3秒。总的来说就是把球闪变成闪电球出去砸人。而如果你打算玩环体球的话，那么第2个暗金副手的基础效果呢，是让法师可以在移动状态下释放球状闪电，词缀为释放防御技能之后增加攻速，每个活跃的球状闪电提供减伤，球状闪电等级和球状闪电释放2次几率。它的暗金效果是球状闪电会围绕玩家形成纪念场，并且造成伤害提高这个环绕效果跟之前的引力威能是一样的，并且呢，只要有球状闪电处于活跃状态，法师就能获得自由穿怪的效果。灵巫在本次的篝火中只提到了一个新威能和新暗金，威能效果是剃刀之翼命中敌人之后，可以让我们天鹰技能的爆伤提升，根据命中次数最多提升 50%。 武器则是一个新的暗金长杖，词缀为敏捷，最大生命强效技能造成2倍伤害的几率，以及2到4级的专注技能等级。它的暗金威能会让我们的专注技能可以从所有的技能等级提升中受益，并且呢还能在释放的时候让强效技能伤害提升最多 200%。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篝火中各职业新增的威能情况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全部的改动内容，我估计全职业的威能和暗金应该都是加起来有4到6件的水平。2.1 版本还会有不少关于技能和威能的重做，那完整内容就等下周蓝帖发了再说吧。那么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